很多人说现在出国旅游比国内还划算，尤其是碰上国外的旅游淡季，更是超值到不行。于是我们推出了全新计划——淡季出国旅游系列第1集正式登场啦！这次的目的地是北海道，我们要带大家来开箱3间从札幌一路到旭川，附带海鲜冻早餐的超值住宿。先说结论，每一间都像是订了顶级早餐，住宿反而像是送的。除了住宿，我们也会顺道造访札幌、富良野、旭川的经典景点与必吃美食，甚至安排了食兽流盟这些许多人没去过的冷门秘境，带你看到不一样的北海道。淡季出游的魅力在于房价便宜，景点像是包场，还有便宜到掉下巴的海鲜，这样的北海道真的不能错过啊！好啦，影片开始之前一样先跑一下流程。每个 YouTuber 出国之前一定要先拍一下窗外，但是我只是想要让大家看看这一片窗户有多脏而已。这边因为我们是自驾型旅游美食 YouTuber， 所以非常建议日本旅游可以选择自驾，保证试过一次绝对回不去那个搭麻烦交通工具的时代。如果你第一次还不是那么敢在日本自驾，建议可以先从冲绳或是北海道4月到11月之间来尝试看看哦。最近我们2次在北海道自驾都是租这一台德利卡 D5， 没错，就是那一台台湾小货车之王德利卡。为什么台湾不进这一台？有多帅？这个是我们租的德利卡 D5， 我们每次都租这一台，因为柴油比较有力，然后4轮驱动，那它可以放3个登机箱，我觉得4个登机箱应该也可以了。那如果你是大行李箱的话，29寸我觉得2个就差不多了哦。这里是阿帕 Hotel， 因为我们第一天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晚上了，所以我们都是直接入住饭店。那其实呢，这次的饭店呢，我们有选择很多有厉害海鲜冻早餐的饭店，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继续看下去咯。这一间叫做阿帕度假饭店，所以它里面是有游泳池，然后有泡温泉的，所以我就是挑这个，因为第一天来蛮累，就想泡个温泉。然后我们去看房间了，房价真的是蛮惊人的。你看，这就是他们大浴场，听说很厉害，而且有很多汤，但是没办法进去里面拍啊。我们今天订的是3人房，虽然我们订的是禁烟房，可是我走进来还是有一点点那种烟味，然后被芳香剂盖掉的感觉，像好乐迪一样，有点小可惜。那今天呢，就进来里面都有3张单人床。可是呢，这个单人床的话呢，它是可以并床的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睡觉空间应该是蛮够的。我觉得阿帕他们有个优点，就是他们都会有附 USB 的插座，然后插座都很充足。当然，连这个双人床中间也都有这样子。玄关的空间有一个小小的衣柜，是开放式的。厕所的空间非常的小，我们站在这个空间2个人站进来呢，快要抱在一起了。但是呢，好在它是干湿分离的，所以我觉得优缺点各半吧。不过还蛮厉害的，这么小的空间可以做成干湿分离。然后我觉得它的洗澡的地方还算大啦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你看这边就是一整体的是罐头式的洗手台，然后备品非常的齐全，算是还蛮不错。如果不喜欢准备备品的人的话，应该会觉得很棒。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泡温泉喽，有没有开心？它的设施非常的多，拍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每天都会换一下男汤女汤。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们泡汤的还蛮棒的。这边还有2台按摩椅，然后你看休息室很舒服。不要走错哦。好了，只能拍到这边了。哇，泡完温泉是不是要来喝个牛奶才是惯例呢？对。啊，你自己投，130我觉得还行。怎么不出来？你喝的是什么牛奶？香蕉牛奶。好，赶快喝吧。我们刚去泡完汤了，它的公共浴池很大，有分室内跟室外的2个部分。那我最喜欢的是露天的浴池，它有那种很像你可以泡在
缸子里面的那种温泉，然后还有就是一般我们看到有造景啊，然后石头搭起来的那种浴池。然后我觉得因为今天的室外温度其实还蛮冷的，可是它的温泉池水的温度很刚好。它的设备很完整，就里面有蒸汽浴啊，有烤箱啊，都有。但我觉得动线有点小复杂，可是你可以看出它的企图心，就是每一区它都帮你分区分好，换衣服的地方啊，吹头发的地方啊，其实都还蛮大的。我觉得这是阿帕他们把那种老的度假饭店收购下来的设备啊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大家如果冲着泡汤的话，这边很棒，有90分，小孩都觉得有90分厉害，因为我们真的泡过非常多种汤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明天见，再看看早餐怎么样。早安，我们来吃早餐了。我觉得它是会让人愿意早起的早餐。那我刚晃了一圈，我的盘子呢不太满，可是我这一碗是满满的，重点都在这里。那等一下呢，我还想要去拿天妇罗跟汤咖喱。我有一点小小的失望，因为我原本以为会有干贝还有甜虾，但我觉得我的要求过分，因为如果你吃到我们的房价的话，我会觉得哇，这早餐超级丰富。要求过分了。我觉得有一点还蛮不错，就是他们名物汤咖喱，然后可以自己放蔬菜进去，然后自己做自己的汤咖喱，还不错。这卖相好好。对啊。我觉得生鱼片的重点应该是在于它的章鱼，还有明太子。然后我看到比较少见的有鳗鱼。我们吃完再跟大家说心得。对，那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都还不错，但是别的饭店都会有啊，这些是比较特别的。吃饱啦，在日本住过这么多饭店来说，我觉得早餐阵容算是豪华的。可是用北海道的标准来说，我们只能给出3.5颗星，也就是大概70分左右的程度而已。早餐菜色算是蛮多的，可是呢，有很多热食，它的保温效果不好，所以呢，美味程度就会减低了非常的多。那我觉得比较值得称赞的一点是它的这个生鱼片冻的部分呢，它使用的是醋饭，因为我们之前在很多饭店吃过这样的东西，它都是用白饭而已，醋饭比较合乎我们在吃冻饭的这个习惯。我觉得10间大概就1间会有用醋饭。炸物的水准呢，就是中下。我们阿嬷一直嫌，但是她炸的东西又特别多，所以今天早餐呢，我本来想要大开杀戒，后来呢就小小的吃了一点点，然后我就收手了。我最主要是觉得他们热的东西不够热，这样子。虽然我们对早餐评价不高，但是我们住的3人房呢，它的价格1晚大概就是台币2200而已，所以这个价钱呢，你说到底是吃早餐送你住宿，还是住宿送你早餐呢？听完了价格，你应该还是会心动，还是会原谅这个早餐吧？我觉得他卖你这个价格，还给你这些早餐，我觉得光泡汤就值得了。我觉得该原谅人是他原谅你，对，这么苛刻这样子。如果在台湾的话，我是住爆了。特别澄清一下，我们其实是订到特别便宜的时候。那正常来讲啊，淡季的房价大概是将近3000块台币3人房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会开箱另外2间早餐有海鲜冻的饭店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富良野，现在正值冬末初春，对于喜欢开阔视野的我来说，又想要看到一些残留的雪景，而不想离开札幌太远的话，富良野绝对是最佳的选择。这次的行程就像是在补考一些之前没去过的地方，或者是重温那些让人难以忘怀的景点。北海道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，让人可以一来再来，尤其是在冬天与春天交界的淡季。这时候看到喜欢的景色，车子随时都能停下来，因为路上几乎没有车，让旅程变得更加轻松自在。这里是森林精灵露台。那这整个呢，它是一个手工艺品村，每一间小小的木屋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手工艺品店。那其实里面呢都不太能够拍照，里面卖的东西还蛮独一无二的，我觉得手工感真的很强。那如果你是想要找
生日礼物啊，或者想要找独一无二的纪念品，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很棒的选择。那至于叫做森林精灵露台，我觉得游客们呢真的蛮像是精灵的，因为我们大家在这里面穿梭啊、拍照啊，都很像快乐的小精灵一样。来富良野这么多次都没有安排这个地方，那现在呢季节刚好是比较对一点点，因为这地方呢就是一定要有雪才能够凸显它的氛围，有点像圣诞节的那种感觉，尤其是这个针叶树林啊、小木屋搭配起来。我每次进去逛一家店，一打开门，那个门就扣咯扣咯扣咯，然后进去呢非常的安静，都没有人啊。我如果进去看一看，没有买东西又走出来，又扣咯扣咯扣，实在是非常的尴尬。所以呢，我干脆就是在这个橱窗外面呢往里面看，因为它整个都是透明的。然后我就发现说，里面这样子色彩缤纷的，你每次就是像窥视一个不同的缤纷的世界一样。我看还蛮多人这样子的，因为大家会怕吧。但我觉得这样子看起来蛮有趣的。大部分的店都是不能摄影的，然后这家店它没有贴告示，我们都特别问老板，老板说 OK， 他这家店卖的是万花筒，然后我有看到很多形状特别的，像这种扁扁小小的，它也是万花筒，哇，好玩哎！讲我进来这里面除了温暖以外，还闻到很香的快木香，好舒服哦。我闻到了不一样，暖炉烧没有的味道，是吗？对。这万花筒很好玩的，它除了形状不一样之外啊，它里面放的是很多很多块镜子，所以它是随环境变化不同而产生的万花筒，而不是里面放好的图案啊或者是珠子这样。我忍不住把它买下来了。老板说呢，它可以当做拍照用的小道具。然后这边还有 DIY， 只要花少少的时间，你就可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万花筒。你看哦，它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。只要手机，哇，好酷哦！所以你等一下我们这几天看什么景色，用它来看会很特别。We could stay to watch the sunrise, cancel all our plans. We don't need a reason why we just can't. I wish I could stop time and stay in this moment, never think about going. Won't you stay with me for a little while? Caught myself free falling deep into your eyes. It came to me. 来看白须瀑布，它的水颜色非常特别，是因为呢，这边的水啊，其实它是白金青池的上游，所以水的颜色呢都一样呈现那种天空的蓝色。那这个水的成因呢，它是因为有矿物质作用的关系。你看我旁边的这个冰啊，它也是有一点淡蓝色的，非常的特别。一般看瀑布啊，会希望是它很壮观的那一种，但是它的瀑布是属于涓涓细流，可是因为周围覆盖着白雪，再加上它的颜色很特别，然后呢又可以看到冰柱，周围又点缀一些绿意，其实它整个颜色搭配起来呢是非常的梦幻。推荐别人来看这个吗？会啊，它的特殊性还蛮高的。我的话，我蛮推荐这个时候来看，因为真的还蛮漂亮，尤其看到那个水这样子，我觉得。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，这样讲是对的还是错的？不是，是小小的悸动的感觉。啊，悸动的感觉，没错。路上还是有点结冰，大家要小心啊！
们这次又来到了四季采之秋。原本在这个季节呢，是想要带小朋友来玩滑雪，可是其实现在呢，雪也都融了，所以整个园区呢，它是没有在营业的状态。不过呢，它的贩卖品部啊，还有小吃部还是有在营业的。我们上次在这里呢，吃到了很好吃的可乐饼，还有玉米跟馒头，所以决定啊，在这边吃一点小点心。那我要特别讲一下它的可乐饼有多好吃。我选择的是男爵的另外一种，它有中文的解释说，那个马铃薯呢是有甜味的，它吃起来呢真的是有点 QQ 的甜味，很浓厚，非常的香甜好吃。它现在这个季节啊，已经变成有点像是只是卖农产品，而且其实不是馒头，是我妈说那个肉包超好吃，她人参肉包就在这边吃到的。现在看周围的景色，其实也很漂亮，尤其是这个季节呢，它不用门票，我觉得也还是蛮值得能够走进来一看。尤其是我们连续来了2个季节，那我觉得真的景色完全不一样，难怪它叫做四季采之秋。其实这样子，有些人觉得不够漂亮，因为雪不够粉。不过像我们这种超级怕冷的人，我们就觉得这个时间来又有点什么都可以稍微摊一点的感觉，还不错。北海道的蔬菜啊、马铃薯啊，全部都好糟爆炸，甜分超高啊！我刚说那个很好吃的马铃薯就是这个品种。我怀疑他们的那个玉米是有加糖的，都好甜哦。结果这一煮就是那个味道，好甜，好好吃。这里是新荣之丘展望公园。我老公刚刚说我们以前有来过这个地方，可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因为冬天的时候呢，跟其他的季节长得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这边绿油油一片的时候非常漂亮，这样子也很漂亮，而且我觉得这边蛮适合你坐在车子里面。买个便当啊，吃个点心啊，坐在这边放空，超棒。对，但是只能坐在车子里面哦，因为在外面你根本没办法放空，冷得要命，冷死了。春天跟夏天可以啊，可以出来啊。相信很多喜欢2刷、3刷、10几刷、30几刷那个北海道的人啊，都是很喜欢放空的。像这边呢，就是超适合放空了。你随便吃一个便当，就觉得人生非常的享受。讲啊，我突然想到。我的人生清单呢，其中就有石胜岳这个景点。不过我是看到它之后呢，它还出现在我人生清单上，就直接打勾了。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人生景点呢？其实你很多景点都是这样，因为都是我带你去，你才发现，因为你从来不做功课。我超爱石胜岳，就是真的是看到它会思考人生的那一种。我也是偷凑一下而已。今天晚上入住旭川的 Hotel Wings， 它的 location 非常厉害，就在 JR 旭川站跟永旺商场的对面。然后那个永旺商场呢是百货公司的规模，那这边呢是在平和通买物公园这个区域啊，它是那种逛街啊、吃东西的地方啊，非常厉害哦。整条都是徒步区，很长很长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价格非常便宜，而且早上还有海鲜冻。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讲非常过分的价钱。我们现在在1楼选择备品，非常的多，然后很像在买东西的样子，而且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蛮精致，像这个是泡澡粉，这个就是没有每一家都有提供的。这边就是没有泡澡，所以你就可以没有温泉，所以你可以在房间泡汤。这是耳塞，超实用的，可以偷偷多带几个回家啊！没有了，不要这样啊！因为我们带2个小朋友入住，所以一 check in 的时候呢，他就送我们2个小朋友的礼包。这个房卡很漂亮木头的，第一次碰到这么特别的。我们今天住在11楼，一走出电梯就看到被群山包围的旭川站，这个 view 太棒了吧！这里有茶水间，有微波炉可以用这一间房间比较小间一点，它是双床房。我们等一下把床并起来，2大2小应该还是够睡的。
床头呢有插座，然后侧边也有插座，没有 USB 插孔，可是插座的数量够，而且位置正确，整个房间呢干干净净，没有太多的杂物。2张单人床的尺寸呢，应该宽度是120公分。它是可以并床，中间没有东西挡，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在找这种房间的时候啊，都会看中间的那个可不可以移，它就直接没有了，就还蛮不错的。这边是40寸的电视啊，我觉得还蛮大的，蛮有诚意的。小冰箱我觉得是基本要的，里面没有东西。玄关的空间很小，大家出门穿鞋要轮流。那一样是开放式的衣柜，这样比较不占空间。预测的大小在日本算是适中的，不算太小，但是它的干湿分离是那种微干湿分离，只有浴帘，这是我不太喜欢的一点啊。OK， 房间我们简单带过就好，剩下重头戏呢就是明天的早餐，明天再跟大家说。好，我们去逛街啊，吃饭吧。我们现在到饭店对面的永旺商场来吃饭。那因为我们之前才刚去逛过南港拉拉碰，就3景的嘛。那其实呢，来逛这边永旺就觉得，这个生活感更强烈一些，蛮希望永旺在台湾也可以开一家。这家算是规模比较大、比较厉害的永旺，有很多品牌专柜啊，然后有无印良品啊之类的，就是吃的东西也很多。生活类的东西还蛮多的。我们今天呢就在美食街随便挑了2家吃饭，甚至有一间的评价还蛮烂的，不过我们就是看到什么想吃就随便吃一下吧。对，有时候不一定，搞不好我们就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好吃吗？你的咖喱饭？好吃。吃饭2.7分的拉面到底能不能吃呢？我们觉得其实水准还不错就是呢，像我这一碗是味噌拉面，它味噌的感觉有一点像腐乳酱，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很熟悉，口味其实也还蛮合的。然后面呢，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软，可是我觉得对大部分来说应该是刚刚好的硬度。我跟你讲，它可能口味没有那么重，因为大部分日本人吃的口味很重，像我昨天有吃那个泡面啊，那个很咸，但是日本的拉面的口味就是很咸，然后它这个就是台湾人会喜欢的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观光客聚集地，它不敢做的太咸，有调整过口味。对日本人不够咸，所以评价稍低。我们猜测，那如果是以我们那里的评分标准的话，我觉得它的评分应该会落在3.9到4.1分之间，就还不错。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可是如果你吃惯那种日式口味的话，那你就可能要叫它咸一点，或者是不要吃这样。这里面的猪夹叉烧超好吃，那个油脂没有腥味，然后放进嘴里面像奶油一样的融化。而且它这一碗很大碗，然后大概台币200出而已，真的是还蛮便宜的。如果放在台湾来说的话，吃饱了，我们来逛一下超市。我们呢每次来日本逛超市呢，都会锁定看几个东西，像是草莓啊，还有绿葡萄，这些都是小孩爱吃的水果，台湾买还蛮贵的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在这边看草莓，平常呢大概在日本的超市会看到比这边还有更便宜的，今天也算有点贵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买了绿葡萄。480、490，我觉得算是中等价格了。对，然后绿葡萄这样子哦，就是含税大概315日币，几十块钱而已，这样一串。我每次都会买一大堆咖啡，这一大罐哦才118日币，有时候还会有90、89的，所以我就想说5天份，非常划算。还有一个我们会买的指标就是生鱼片，它这个有时候半价的时候真的是超便宜，然后我们今天碰到的是8折，不过也是很够便宜的。但我觉得你去不同地方，重点也会不同。像来北海道，水果就会比较贵一些，但生鱼片就相对超级优秀。那去到九州的话就相反。对，九州就是和牛非常的厉害，又便宜。像我们看到这一盒啊，如果在台湾卖的话，应该是要400-500块台币，300-400块台币啊。你看它这边算起来台币大概150哦，将近200块。我觉得来日本一定要来超市，这是必要的，尤其是你有开车的话，就可以买一些像咖啡啊、饮料、饼干、糖果之类的，以免在车上突然肚子饿又找不到吃的这样子。然后大家来这超市的话，大家都买些什么？提供一下大家讨论一下。这个打7折的握寿司很可以买哦。妈咪把我们丢下来，然后自己跑去逛街了。妈咪好坏，妈咪好好。
这是我的特制海鲜冻，我们来吃早餐啦！哇，光吃这一碗外面就不知道多少钱，超级丰富哎！里面有甜虾，然后这个是taco类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鲑鱼卵，还有鲑鱼。刚刚我阿妈说，哇，这早餐真好吃。她说煮的也好吃，这样。这个是我的，把鲑鱼卵放在上面，哇，应该会有人想要揍我了。现在。他们家的早餐buffet呢，样式没有那么多，可是每一样看起来都还蛮精致好吃的。那至于味道如何，我们等一下吃完再来一次告诉大家。现在我的仇恨值是不是越来越高了呢？超好吃。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是会想要继续一直吃下去。它这个海鲜冻的新鲜程度呢，我们觉得跟想buffet是差不多的，但如果你到渔港边去呢，一定会更鲜甜一些。其他的菜色呢，我们也觉得非常的优秀，像它的鱼种类非常多，而且食材的热度也是保持得很不错，然后很新鲜。我觉得它烧鱼有煮到柔软，这一点对我来说蛮重要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它的天妇罗也很好吃，有炸，应该是软丝。我们刚刚也有吃到在地特色旭川拉面，觉得也是很好吃。汤咖喱也还不错。这边的用餐环境很不错，蛮挑高的，然后采光也很好，尤其是如果你坐在窗边，还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。我觉得这间推，我们跟大家讲多少钱订到了。我们如果是双人房的话，阿公阿妈那一间的话，我记得是7900日币而已。哦，所以才不到2000。然后这个早餐我觉得很可以，我觉得光吃早餐可能就还蛮值得的。又是一间不知道是住宿送早餐还是早餐送住宿。但我必须老实讲，就是看他们官网的照片是里面有干贝，我猜应该是淡季的时候真的是支持不了，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原谅的。那我记得看到人家就是旺季来吃的时候，里面都会有比较大颗一点干贝在里面，所以我觉得菜色都有差。随着房价调整它的菜色内容，这样。所以我觉得那个昨天的阿帕也是一样。这里是黄金甲，不是鸡蛋半岛的那个黄金甲，也不是周杰伦的那个黄金甲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沿着这条自驾道路啊，叫做欧罗龙，好，一直到石兽那边去。那欧罗龙这一条路呢，其实有点像我们北海岸的景观，一边是山壁，一边是海岸。我们会沿着这一条公路啊，一直到石兽去。那其实这条公路啊，最有名就是从石兽一直到道北最北边，日本最北边，应该说北海道的最北边志内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我们没办法跑那么远，所以我就是走一段看看这样子。听说很漂亮啊，但是今天有点下雨。我们来的不是时候，第一天气不好，第二时间不对，因为这个黄金甲呢，它其实是日本的夕阳百选之一。整个北海道呢，只有5个地方有入围这个夕阳百选。那听说呢，这个黄金甲它为什么叫黄金甲呢？是因为这边以前呢盛产飞鱼，所以飞鱼群来的时候呢，在夕阳的照耀之下，它就会变一片金黄色，然后闪闪发亮的，非常漂亮。以后有机会再拍给大家看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走这一条路。以前飞鱼很兴盛的时候，现在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。这边主要还有几个目的，第一个就是不用高速公路费，然后可以兜风。再来就是这一条海线上有非常多不错的海鲜的那种渔港啊，然后鱼市啊、超市很多，所以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，然后吃喝给大家看，这样又要海鲜冻了。我们已经有点海鲜冻跟雪，我也有点无感了。不一定，搞不好你吃到哇好甜哦，然后早餐的那个都吃不下去。不是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走精致路线，不求多。好，我们 go 走。这里是长田鲜鱼店，听说呢，这个是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店，而且很受当地人的喜爱跟推荐。那有人说呢，它是这个地方的 Costco， 不过我们逛了一圈，就是它其实面积非常的小，不过东西应该是蛮便宜的。他说只卖海鲜的 Costco， 因为有卖肉，然后海鲜这样子。这个活的扇贝啊，它5枚左右只要日币600元，超级便宜。比我们那时候在往走的还便宜耶。
除了带壳的，它也有挖好的，然后一样是沙西米用的，650元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一样是5颗。我觉得很适合说你在附近有住民宿的人，拿回去料理真的超棒的，我超喜欢这样。我们来到欧罗龙这条道路上，其实他们的名产呢就是甜虾，所以来到这边呢必定要吃甜虾的。你看它的价格也非常的可以，500公克哦，然后1600日币，大概台币300多块钱。对，而且有250的，250克的。这么大的一只螃蟹呢，它是1600日币哦，是一盆1600日币哦，不是一只哦。然后呢，这个螃蟹的品种呢，我不是那么确定，不过感觉上应该是红楚蟹。它其实不是像帝王蟹那么贵的品种，不过听说也是蛮好吃的。这个价钱呢、不管好不好吃，我觉得拿回去煮汤也都很划算。对，目前它这不是活体，所以我觉得煮汤也是很划算。至少我们在台湾看到这个一定会疯掉的价格。毛蟹的价钱呢，则是每一只都不同，可能因为重量不同的关系吧。可是看起来也是真的蛮可以下手，因为台湾的螃蟹真的好贵啊。我们今天是住饭店，很可惜没有料理的工具。真的。章鱼也超级吸引人的，又大又便宜，而且它还是刺身用，可以生吃啦。你看这个生鱼片的品质比超市漂亮上许多，可是价钱我觉得跟超市就是相去不远。哎，你看那个一整盒的海胆，2800日币。我等一下问他可不可以现在吃，可以的话我们买一盒。这个是我们一般在吃的生食级干贝，其实北海道的活干贝呢就已经便宜到不行了，所以这种冷冻过的呢，当然就是次级品，更没有什么人要吃。所以啊，1700日币500公克，哎。大家来到这边，如果幸运的话呢，可以在这边吃海鲜冻。那人家说呢，是比当地的日本料理店呢还要更厉害、更好吃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属于不幸运的那一群，来到这边，他今天应该是店休。听说这边的海鲜冻啊，还有这些渔货啊，他们当地的这些船长啊，都非常推荐这一间。我们买了甜虾跟海胆，等一下赶快来试试看。你刚刚差点还不想要吃甜虾，因为最近吃好多了。早餐吃很多，可是这是毕竟这边的特产吧，吃一下。哇，这海胆并没有很好开，刚刚里面全部都是水，现在把水稍微倒掉了，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加酱油跟wasabi进去。先吃来试试看，好，什么都不加来试试看。我刚刚已经有尝到那个鲜味了，好吃的哦，好吃的，没有因为它是摆在盒子里面就变不好吃吗？对。我刚刚连续试了2块不同颜色的海胆，我相信它应该是不同品种的，因为吃起来味道真的是不太一样。这个比较偏土黄色的这个啊，我觉得它的甜味比较够。然后刚刚吃的一块橘色的，我觉得腥味稍微有比较强一点点。这个是根室产的，就是在道东那边的。哇，弄一点酱油，其实我觉得它原本就已经有鲜咸味了。酱油更能够带出它的甜味，所以加了酱油肯定是更好吃的。那会觉得更咸吗？还是更甜呢？不会，其实会把它的甜味带出来，更咸是不会，因为它的酱油咸度我觉得还好。所以是加了咸的东西就变更甜这样子。哇，来大口一点的，浮夸奢侈的吃法。哇，这在台湾一口应该不便宜哦，这么大口的话就会咸了。哎，还是很好吃的，像刚挖出来的感觉。好像缺一碗白饭。真的，它如果再加上要醋饭，对，应该要自己做那个醋饭，然后把它盖上去，就会非常的厉害。哦，阿公来吃一下。好，我来剥虾子喽。哇，生食级，他说可以沙西米，所以我们就来吃吃看。看一下它的虾头，蓝蓝的，哎，好剥哎，真的是那种新鲜虾子的那种感觉。哇，看一下，晶莹剔透的。好，我吃喽。
哇，超甜，跟早餐的是完全2个等级的东西，很新鲜的那种，会有点粘性，而且那个甜味不一样。我们早餐吃的那个甜度大概3、4分而已，这个就有9分、10分了。其实我觉得甜虾不需要加酱油，加了酱油之后呢，就全部都是酱油的味道，把甜虾原本的甜味盖掉了。早餐呢可能就要加一点点。建议大家有安排这个行程的那一天，还是要住民宿会比较方便。像我们今天啊，就是太克难了，因为不能在店里吃，只能在车上吃，就有点蛮麻烦的。而且也不可以在路边吃，更何况外面又下雨。推荐给大家，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一些点哦。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原本看天气预报说雨会下1个小时，没想到一开始下就没有停过。我们沿途走走停停，最后也决定取消这条路线的拍摄计划。一方面怕设备淋湿，另一方面也想轻松享受旅程，希望大家能够见谅。欧柔荣的道路风景真的太美了，仿佛是会下雪的台东到花莲海岸线。我们今天走的这一段是流盟到石兽。如果哪天夏天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来补考石兽到志内的风光，以及整个中古丘陵的美景，完整的呈现给大家看。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。途中经过一个叫做真毛的地方，听说因为这个特别的地名，当地居民开始研究生法配方，希望能够借此打造地方特色，促进就业。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创意。其实不管是台湾还是日本，在这个时代，大家都努力的生活着，努力的寻找快乐，不是吗？现在来到番屋之汤，它是一个日归的温泉，就是说你可以来这里一日游啊，吃点饭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它有卡皮巴拉在泡汤，所以你可以来这边呢泡汤，吃个饭，然后顺便看卡皮巴拉泡汤。那它中午的话呢，它是有吃到饱的，一个人好像是1500日币，非常的便宜。那晚餐的话呢，就只剩下定时了。没有，重点中午是海鲜冻吃到饱，所以很棒。我觉得如果你是住在札幌的话，来一个一日游很不错。像这边啊，是他一个人泡汤的价格，大人是800，大家自己参考一下吧。还有月票看像这个是吃到饱的，那这个只有中午有，那晚上就是 set。我没有想到他会把重点放在一进门就看得到的地方。日本人真的是佛心中的佛心对啊，好可爱哦，有没有很可爱啊，猪猪？有没有很可爱？我们吃饱饭，我们再来看好不好？这个是他中午吃到饱的部分，大人1500，真的还蛮便宜的。不论内容怎么样，你看还有海鲜冻，小朋友都觉得卡皮巴拉比吃饭还要重要。我帮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好了。它看起来好舒服哦，泡在里面一动都不想动的样子。然后它的温泉呢，颜色不知道是不是本来就是那种茶色。是，这边泡的温泉就是这种颜色。对，不要以为是它脏哦，所以那个颜色才变成这样。它现在这个呆滞的样子啊，就很像你吃饱了，然后什么都不想动的感觉。等一下就要睡觉了。对啊，而且它是母的。它这边旁边其实是有标示说，它是叫什么名字啊？有它的个人简介。对。你最喜欢卡皮巴拉，对不对？你要讲什么？那个不是母的，因为母的鼻子上都有那个红色的。是吗？可是它上面写说它是女的。对，它上面写的没，可是它身上没有红色呀。我来翻译弟弟的话给大家听，他是说。明明照片上的鼻子就有红色，可是现场看起来那一只卡皮巴拉的鼻子没有红色，他怀疑不是同一只。他把鼻子泡进去嘴巴了，人家泡水里面了。人家泡完温泉皮肤就变好了，他鼻子好了啦。好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走，好值得哦。我们的菜上来啦。我觉得这个用餐环境真的非常的棒，四面都是落地窗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雪景，而且呢特别的安静，因为小孩不见了，他们全部都去看卡皮巴拉了。我觉得很值得，因为他这边用餐不贵，然后又有附加价值。
我觉得整体来说，它的价钱跟分量啊，就跟你在什么车站附近随便找一家那种饮食店、日式饮食店所点到的东西跟价钱都是差不多的。像我这份厚切猪排套餐就1350日币。像这个味噌拉面啊，才850日币，这么大一碗，真的是还蛮划算的。是当小朋友点的日式炸鸡，5大块这样子700日币，是不是很划算？阿嬷点的炸鸡冻饭啊，一样的炸鸡1000日币。那我们阿公今天点的是咖喱饭，好像800还是850日币而已，而且晚上加饭不用加钱。我觉得阿嬷那个非常的划算，它那个碗好大一个，而且里面炸鸡也非常的多。重点是它不是单点，它是 set。对，像你这个 set 我也觉得很划算，因为东西很丰富。好，我们来吃吃看，然后吃了觉得不错再跟大家讲。炸猪排的外皮非常的酥脆，然后里面的质地也蛮不错的，只是我觉得好像稍微小块了一点，但是好吃的我就 OK。对，它其实蛮厚的，而且它的油脂有在下面那一层，它有分开来。我觉得做的蛮用心的，好吃对不对？他们的炸物都不错，对不对？很 juicy， 而且外皮一样是非常酥脆的，然后粉又不会裹得太厚。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肉啊，品质都好，不管是炸猪排还是炸鸡块，它都是很扎实的肉，都是多汁的那一种，而且不会太硬，我觉得算软嫩的。软嫩，对。我吃的差不多了。这边很适合大家来做个1日游的行程，那我们会很推荐中午来，因为呢中午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吃海鲜冻的吃到饱，然后呢泡个温泉啊，看卡比巴拉。像我们小孩来这边完全就是想要看卡比巴拉，他们刚一直都在外面，然后连饭都不想吃了这样子。这边还有一个很有名，就是食寿的海鲜很便宜。那它这里的对面啊，有一间专门在海鲜，比如说干贝啊。然后生蚝之类的啊，然后一些海鲜很便宜。然后我看过那个北海道女婿有介绍过，我觉得不错，也可以搭配一起来1日游这样子，我觉得很棒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这是 Nest Hotel 大通店，它离大通公园跟李小璐都非常的近。那这间呢是我们第3间那种有海鲜冻早餐的饭店，一样价格是非常的优惠。那我们同样的在早餐之后呢，跟大家说我们订房的价格。好，我们去开箱我们房间。备品一样在大厅可以拿到，然后它也有泡澡的温泉粉。饭店比较老旧一点，它的钥匙好复古哦。应该说现在很少人在用钥匙了。真的。我们继续看看。玄关的空间小小的，这里有一个衣柜。前2天住的饭店比较新，他们都是开放式衣柜。那这边有一个小冰箱，等于说茶水柜呢都在这个地方了。这是一间浴厕，它的空间真的是还蛮狭小的。浴缸跟马桶跟洗手台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，然后呢，它的干湿分离空间也是那种微微的，只有浴帘可以隔开的那一种。我们今天订的是3人房，整个空间不大，刚刚好能塞得下3张床。然后呢，它没有化妆桌，只有给你1张就是小圆桌，那一样你就是可以在这边方便吃东西。空间不大，但是能给你的就给你了，这样。剩下的走道空间呢，刚好足够你把行李展开，然后就没有走路的地方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，我们明天呢吃完早餐之后继续。好，我们其实是之前连通房，所以这旁边是可以连通到隔壁阿嬷他们房间。好，明天见。
来吃早餐啊。餐厅呢其实有点小，动线很拥挤，不过它的东西都放成一叠一叠的，看起来就很精致。那我觉得其实重点都有到位，就是海鲜冻看起来很丰富，鱼卵类的特别多，然后其他的像天妇罗啊、炸物等等啊，看起来也都很不错。然后我发现这边呢，他们都把餐厅放在顶楼，那我就待会呢吃完再告诉大家味道如何。它这间早餐的种类比较少一点，比起前面2间啊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那相较前面2间不一样的是，它有这个鲔鱼泥。我吃饱啦。整体而言呢，我觉得味道都还不错，但是呢，因为装成一叠一叠的，所以它保温效果是有点差。不过即使冷了，我还是觉得很好吃。然后连吃了3天的海鲜冻，就是有点小腻了。对，大家可以休息1天，我们也要休息1天，不要吃早餐了。这3天住下来呢，第一间阿帕 Hotel 它的度假感最高，温泉很棒，房间呢稍微有一点点小烟味，而且它已经是禁烟房了，但是我觉得睡起来还算舒适。那早餐的话呢，它算是口味比较差一点点的。对，虽然它最丰富。第2间 Hotel Wings 它的地点不一样，在旭川，它的方便性呢跟早餐都是最大的。问题是它的房间呢是只有2张单人床并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家2大2小睡起来是比较拥挤了一些。对，而且它是没有3人床可以选，所以我才选双人床，2张单人床。第3间也就是今天的 Nest Hotel， 它的地点呢非常的棒，在札幌。然后呢，它的早餐我觉得算是丰富度没有那么高，可是也算是精致好吃的。第3间 Nest Hotel， 它的地点非常的方便，在札幌的大通公园跟李小璐附近而已。然后它的房间呢，我觉得算是睡起来最舒适的。虽然说房间其实很小，蛮小的，但是睡起来 OK。那早餐呢，丰富度算是稍微差了一点点，可是我觉得也算是精致好吃的。